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看大陸節目，我是甄妍。2026年7月23日，在歐美任教的中國籍學者王洪和鄧玉，在費城國際數學家大會上榮獲菲爾茲獎，這是數學界的最高榮譽。消息傳回中國後，中共官方媒體迅速展開大規模宣傳，把王洪和鄧玉形容為中國本土培養出來的頂尖數學天才。兩位青年學者早年曾是北京大學的同班同學，因此北京大學也發文祝賀，並把他們的獲獎視為學校的榮耀，為自己臉上貼金。其實，鄧玉在北大只讀了2年本科，就轉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後繼續在普林斯頓大學深造。而王洪在獲獎後接受採訪，談到自己的成長經歷時，提到了父母、巴黎綜合理工學院、紐約大學等，卻很少談起北京大學。即使偶爾提到母校，他也只是感慨地說，自己當年在北大一直在苦苦掙扎，能生存下來就不錯了。兩位學者雖然早年畢業於北大，其成果卻是在後續國外進修後獲得的。很多網友表示，這2天全網最難堪的或許當屬北大。王洪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講述了自己的成長經歷以及一路走來的感受。1991年，王洪出生在廣西桂林平樂縣的一個普通教師家庭，父親是一名中學數學老師，母親是一名英語老師。小學時，王洪跳了2級，13歲便進入桂林中學讀高中。上高中後，學校開設了一個課外數學競賽班，每周雖然只上1個小時的課，但那1小時是他最快樂的時光。他當時並不是為了考試，也沒有把拿獎當成目標，而是對什麼數學題感興趣就去研究。有時遇到一道難題，他會連續想好幾天。中學時期的王洪並不是一名成績特別突出的學生，他曾參加過一次高中數學聯賽，只獲得省裡的普通獎項。高1時，他的成績排在全年級100名以外，到了高2，進步到年級前60名。高3時，他的成績終於進入全年級前10。2007年，16歲的王洪參加高考，考了653分，加上20分民族加分後，他距離北京大學數學學院的錄取分數線仍差6分，最終只能進入北京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自從進入北大的第1天開始，王洪就一直在為轉到數學系做準備。當時北大對學生轉系要求非常嚴格，有人把它稱為第2次高考。按照規定，學生不僅要在原專業保持較好的成績，還要在轉系考試中取得靠前的名次。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他幾乎把所有時間都花在圖書館和自習室。終於在大2時成功轉入數學系。可是當他進入數學系後，卻發現大學裡的數學太難了，和中學完全不同。更讓他感到煎熬的是，北大高手雲集，身邊不少同學都有數學競賽背景，其中甚至有奧數金牌得主。他們基礎扎實，做題速度快，而他沒有競賽經歷，成績一直在中下游徘徊。這種差距讓他長期處在巨大的心理壓力之下。有一段時間，他看到別人不斷刷題，自己也跟着大量做題，結果卻越來越焦慮，甚至開始懷疑自己不是學數學的料。有一次，他在教學樓頂層的廁所裡痛哭了一場。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在北大期間一直在掙扎，能生存下來就不錯了。2011年本科畢業後，王洪前往法國繼續深造。在法國巴黎綜合理工學院讀研究生時，他一度認真考慮過轉行。這所大學允許學生自由選擇感興趣的課程。王洪當時對建築和繪畫產生了興趣，於是選修了一門建築課程。課程結束後，他還到了一家建築師事務所實習了1個月。這次短暫離開數學的經歷，讓他重新思考自己真正想走什麼樣的路。他後來發現，建築設計往往需要先說服別人投資，創作也會受到很多現實條件的限制。而數學不同，他可以自由地研究自己想研究的問題，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許可。经过1個月的思考，王洪最終決定
把自己最有創造力的青春投入數學研究。如果以後發現這條路真的走不通，再重新做選擇也不遲。幾年後，他前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在那裡，他遇到了對自己影響很大的導師，數學家拉里·古斯。大家好，向大家推薦一款非常好的產品，來自快子的明目冷敷眼貼。大家知道啊，我們現在很多人每天眼睛都在超負荷的工作。假設說，在正常情況下，肝腎每天可以為眼睛提供10個單位的營養。但是啊，這些現代生活方式呢，已經大幅增加了眼睛的消耗，導致眼睛現在每天需要15至20個單位的營養。當供應少於需求時，就會出現這些問題。眼睛啊，很多問題是沒有辦法替代的，所以護眼這件事情不能等出了問題再說。這款日本生產的眼貼適合在長時間用眼之後使用，是一種日常護理的極佳選擇。對眼睛乾澀、眼前黑影、眼壓高都有很好的作用。看中國呢，为觀眾朋友們爭取到了優惠價，只要輸入我們的專屬優惠碼 KZG 就可以享受優惠價。購買鏈接呢，我們會放在影片描述和留言區置頂，快來選購吧。在古斯教授的引導下，王鴻進入調和分析領域。慢慢的，他不再糾結自己到底有沒有數學天賦，也不再懷疑自己是否適合研究數學。古斯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也是調和分析和卦骨猜想領域的重要數學家。在王鴻眼裡，古斯最大的特點就是特別有耐心，而且真正懂得理解學生。有時，王鴻腦海裡剛剛產生一些還不成熟的想法，就會去找古斯討論。面對這些模糊、零散，甚至有些混亂的想法，古斯從不會急着打斷，也不會馬上否定，而是鼓勵他把所有想法都說出來，再一起推敲。進入一個寬鬆、包容的學術環境後，王鴻就像一株終於得到陽光和水分的幼苗，開始快速成長。2019年，王鴻從麻省理工學院獲得數學博士學位。2023年，加入紐約大學科朗數學科學研究所任副教授。去年2月，他與加拿大數學家約書亞·扎爾合作，提交了一篇長達127頁的論文，正式宣布證明了三維卦骨猜想。這個問題困擾數學界多年。卦骨猜想最初是一個二維問題，他問的是一根沒有厚度的針放在平面上旋轉180度時，最少需要覆蓋多大的面積？隨後，王鴻和扎爾一起把這一問題推廣到三維空間，研究一根針在空間中經過所有可能方向時所形成的最小體積。他們的研究成果受到國際數學界高度關注，獲得了多項國際大獎。去年5月，法國高等科學研究所宣布，王鴻將擔任該所數學學科終身教授。法國高等科學研究所是世界頂尖的數學和理論物理研究機構。過去，該所曾任命13位數學常任教授，其中有8人後來獲得菲爾茲獎。當王鴻收到研究所發來的邀請郵件時，他一開始甚至不敢相信，懷疑是詐騙信息。確認是真的之後，他才放下心來，感到既意外又榮幸。不過，他也捨不得離開紐約大學，因為那裡的同事一直對他很好。後來，經過雙方協調，王鴻可以同時兼任2個機構的職務。今年7月23日，王鴻獲得菲爾茲獎。值得注意的是，在費城舉行的菲爾茲獎頒獎典禮上，主持人介紹王鴻的學術經歷時，現場大屏幕主要標注的是法國高等科學研究所，並沒有特別突出北京大學。真正支持王鴻完成頂尖研究成果的是他後來在法國和美國接受的學術訓練，以及相對自由開放的研究環境。許多網友表示，假如他一直留在北大，也許不會有今天的研究成果。獲獎後，王鴻在接受法新社採訪時表示，法國的幾所大學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特別讚賞法國高等科學研究所的科研制度。他說，研究人員入職後，研究所給予充分信任，在那裡，研究人員不需要承擔大量教學任務，也不用處理繁重的行政工作，
可以長期自由地專注於自己的研究。他認為這樣的環境對科研非常重要。北大當年沒有發現王鴻身上獨特的潛力，也沒有給予他針對性的培養。相反，他在北大學習的經歷一度讓他對自己失去信心。有網友表示，他把自己在北大求學經歷形容為勉強活下來，可見當時承受着多大的心理壓力，有多麼抑鬱。現在王鴻獲獎，這2天全網最難堪的或許當屬北大。王鴻說，北大有很多同學比他優秀，為什麼那些人沒有取得比他更大的成果？這或許是北大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其實這不僅僅是北大一所學校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教育體制的問題。中國的教育體系或許能通過考試篩選出許多智力出众的學生，但如果缺少開放包容的學術環境，再優秀的人才也可能難以充分發揮創造力。王鴻剛拿下學術界最高榮譽菲爾茲獎，又受邀在2026年國際數學家大會上做了一場45分鐘的學術報告。這場報告不僅展現了他的超高人氣，還意外拍下了風靡全網的暖心一幕。當時會場坐滿了人，連走道上都站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學專家，去晚的人只能站在門外。在場外圍觀的人群中出現了一個特殊的身影，他就是王鴻的博士生導師拉里·古斯。令人意外的是，這樣一位重量級學者並沒有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因為會場已經坐滿，他和其他人一樣站在門外，只能隔着窗戶靜靜地看着自己的學生在台上做報告。他的眼神中充滿了欣慰和慈愛，就像一位父親默默地看着孩子站上人生的重要舞台。不少網友感嘆，這樣的師徒情誼太令人感動了。常言道，千里馬常有，而伯樂難求。王鴻能夠從一個迷茫的學生一步步成長為世界頂尖數學家，古斯的幫助和培養功不可沒。古斯沒有一點名教授的架子，教學風格十分開放包容。他沒有一味的灌輸，而是一步步引導王鴻學會獨立思考，幫助他慢慢建立起學術自信。他多年研究的百年3維掛骨猜想，自己雖然多次攻堅未果，但仍大膽地交給博士生王鴻去自由探索，過程中不給壓力，給足試錯空間。正是這份無條件的信任，讓王鴻沉下心來鑽研4年，終於成功破解了這個100年難題。古斯用耐心和包容為王鴻照亮了前進的道路，而王鴻則用努力和堅持回應了這份信任，成為老師最驕傲的學生。古斯站在窗外，默默地注視着學生的這一幕，讓不少網友感慨萬千。很多人也由此聯想到近年來中國高校頻頻爆出教授卡學生畢業事件，一個是全力托舉學生成長，一個卻讓學生遲遲無法畢業，兩種截然不同的師生關係形成了鮮明對比。近日，重慶某高校一名博士生在網上公開了與導師的聊天記錄，稱自己讀博整整6年，以達到學校畢業的硬性要求，但導師卻卡着不讓他畢業。該導師還囂張地說，在我面前你如同螻蟻。這名博士生忍了多年，導師長期讓他做各種與科研毫無相關的雜事，他多次嘗試溝通，卻始終沒有任何改善。博士生表示自己已經走投無路，多年的付出被踐踏，只能選擇魚死網破。於是他把2人的聊天記錄公開，希望為自己討一個公道。據聊天記錄內容，該博士生質問，作為老師，你有盡過一天職責嗎？組會不開，實驗室不去，課題都是師兄師姐帶着做的。我自己的2篇論文有得到過你的任何指導嗎？全是我請科研機構的老師帶着完成的，給你寫材料做不完的橫向項目，這幾年還沒壓榨夠嗎？該博士生表示自己已經達到了畢業條件，如果你還要威脅我不讓我畢業，那我就只能將你以前文章作假和張老師勾結搶學生科研成果的事情上訴給學校相關部門。學校領導不管，那我就向教育部门反映，看看誰能贏。導師回復，那你最好祈禱能贏，你可以試一下我有沒有這個能力，不要把自己想的有多厲害，在我面前你如同螻蟻。該導師還說，
我最後一次警告你，不要想着用網絡輿論施壓我。你以為發在社交媒體上，我就能讓你畢業？另一張聊天記錄顯示，該博士生哀求說：“今年是第6年了，我真的熬不住了。”他還表示已經被延期快2年了，給導師寫了10幾個項目報告，跑過幾十次報銷，接過9次孩子，基金也給您寫了3個，卻總說沒達到博士標準。後續又有消息傳出，最後這個導師服軟了。據聊天截圖內容，該導師說：“算老師求你，能刪一下作品，撤銷對我的投訴嗎？”其實你也不是很希望事情能鬧大吧？你刪掉你在各大平台發布的作品，還有撤銷對我的投訴，我這邊呢就讓你順利畢業。對此，某網民熱議：當代中國還有真正傳道授業解惑的老師嗎？不過是一群崇尚權力、精於算計的商人。這種體制只能培養奴才和騙子。在繼續節目之前，我們要特別感謝下面幾位朋友：盧克龐、Peace Forever、唐定孝，謝謝你們的支持，我們才能把節目做得更好。近年來，中國高校卡學生畢業的事件頻發。2024年1月16日，華中農業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院動物醫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黃某若被其下轄課題組11名碩士、博士集體實名舉報，涉嫌操縱同行評審、論文不當署名、教材編寫造假、打壓學生等行為。網傳舉報材料多達125頁。2022年1月，一名自稱西南大學博士研究生微博網友公開實名舉報，自己被導師利用職權壓榨，在導師脅迫下保持不正當關係3年多。這位導師竟表示要做其情人才能畢業，要隨叫隨到。他為了能順利畢業，一直忍辱負重。然而，即便畢業論文盲審獲得優秀成績，他依然沒能獲得學位。多年積壓的委屈和憤怒最終徹底爆發。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感謝您的支持，我們下期節目再見。